今天就用 vlog 的形式记录我在邮轮的日常，跟着我一起开箱2024年最新的邮轮港口 Cabo Rojo。这里有免费的娱乐设施，我还玩了电动牛仔机。想要看我怎样摔下来吗？就是这一集了。然后再跟我回到邮轮上，继续享受美食，享受人生。你好，我是 Alison， 在这里分享我的旅游经验，尤其是邮轮的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今天我们所停靠的应该是邮轮界最新的港口 Cabo Rojo， 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邻近小镇。2024年的1月份，挪威人邮轮在这里作为首支停靠的邮轮，从此这个港口就正式踏入了国际邮轮的市场。目前这里只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建设，所以部分的区域还没有开放。邮轮会在靠港的时候做一些维护跟清洁，这就是邮轮的日常。下船之前，邮轮总监还提醒我们，这里并不是邮轮公司所拥有的，而是由当地政府和企业共同开发的。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要离开这里的话呢，最好还是参加邮轮公司的岸上观光活动。如果没有在邮轮上报团的话，下了邮轮之后在这里也是可以购买的。而这里就是集合的地方，旁边还有餐厅跟酒吧，就是怕你在邮轮上吃不饱就对了。紧接着旁边就有这个越野车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来得太早了，都没有人在玩呢。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，原来这些都是免费的，但是他说我穿凉鞋，所以没办法玩，一定要穿有包脚的鞋子才可以，好可惜哦。在不远处还有一个摩天轮，原来这些都是免费的，不晓得是因为刚开放的原因让我们试一下水温，还是永久都免费呢？我希望你们来的时候也是免费的哦。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是1月初，天气非常的热，我光是排队等摩天轮就已经满头大汗，真不敢想象这里的夏天能有多热啊！但是可以从高处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，还是很值得的。旁边还有旋转木马，而且没有限制年龄。一坐上旋转木马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变回一个小女孩，好开心哦。然后就是这个电动牛仔机，本来我是没有兴趣玩的，但竟然没有人排队，那我就想说试试看啊。这个是完全没有剪接的画面哦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啊，很轻松，所以我就拿起帽子在那边模仿牛仔在那边挥。结果工作人员认为我在挑衅，所以他就把速度调快了。这时候我已经有点害怕了，我整个人在旋转，我就说 stop stop， 但是他完全没有要停的意思，他反而觉得我很有潜力吧，所以他就把速度调得更快。这个时候我已经360度在旋转了，转了2圈之后，我意识到只要我不摔下来，它是不会停的，所以我只好自己想办法，我就 let go， 把自己摔下去了。观众看得这么开心，我也功成身退了。而我先生边拍边笑，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泳裤被看光光。这个时候我大腿两侧很酸，但是还是要继续玩啊。这里有一些商店，但是没有什么特色的商品就是了。而围绕着这个很像鸟巢形状的餐厅跟酒吧，就是 Lazy River， 也就是躺在巨大游泳圈那里就可以漂流。但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没有什么人在这里玩，也没有什么人在这里晒太阳，遮阳的地方也很少。在海边，他们还很贴心的建了一些楼梯，可以让你直接到海里面游泳。多米尼加共和国是沙滩爱好者的天堂，这里拥有细白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。
到了尽头，沿着这条路走的左边，你就会看到一个 Baby Beach Club。哇！那如果一直走到出口的右边，大概10分钟就会到达一个大众的沙滩。哇，这里的景色好棒哦，好像来到桃花源的感觉耶。在邮轮上也可以直接订购岸上观光进来这个 Beach Club。如果临时才决定要去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到门口，让他们记账到你的邮轮房间。这个邮轮专区虽然还在建设中，但我可以看出这里的潜力，很期待它完成建设之后会有怎么样的样貌。但我觉得这里的天气实在太热了，很难在外面待太久。最后我们看一下免税中心这一区，这里很有主题公园的感觉。沿着这些可爱无害的房子走着走着，整个人突然觉得一阵晕眩，要扎个马步才行。原来我走入了重力错觉屋。邮轮港口当然少不了免税商店咯，那免税商店的对面就是那一条会让你晕眩的街啊！不信的话，你也挑战一下吧。人家说免费的东西最贵，那在 Duty Free 果然是这样，说是说免税，但他都先把单价调高了才卖给你，免税有什么用啊？下邮轮之前听到很多来过的游客抱怨这里有多无聊，但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把免费的娱乐设施都玩一轮就对了。回到舒舒服服的邮轮之后呢，就先吃一个午餐，然后再去泳池旁边喝杯饮料晒太阳。就这样结束多米尼加共和国，邮轮开始往下一个目的地前进。肚子还没饿，晚餐的时间又到了。我们选5点吃晚饭，但是5点半以前到达就可以了。每天吃饭的桌子都是固定的，所以吃饭时间呢，就像是走到自己的餐桌一样，然后就可以被服务的好好的。开胃菜我选了洋葱汤跟烤鸭肉，好吃。这个牛肋排比我手掌还大。我最喜欢吃的是烤到脆脆的边边。我现在看回所有影片，发现我吃太多红肉了，这样不行。吃甜点的时候就叫一杯热茶，可以解解腻。晚餐之后，邮轮还有好多活动让我参加哦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咯，我还有更多的邮轮实战经验跟大家分享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。